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Eric，我是小红。又到了每周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以色列生活的时候啦。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周五。那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所以这场从前年10月7号开始的战争到今天总算是告一段落。预计下周一、周二，所有人质就可以回到以色列。真的是一件很令人开心、很欣慰的事情。终于结束了。对啊，就这个停火协议是川普提出来的，所以呢，昨天我们去旧城的时候，有看到他们在旧城的城墙上打上大大的美国国旗。另外，我们回来的路上也看到满街都是，路上看到的人也都非常非常开心。看起来心情都很好。对啊，很难得，要不然大家已经好久没有露出这种笑脸了。通常他们犹太人的脸都很臭。对啊，那为什么我们昨天会去旧城呢？因为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有约去旧城里面的韩式料理店吃晚餐。很特别哦。因为这间它不只是韩式料理店，它也是 kosher 的韩式料理店。这间我已经知道很久了，以前我的很多只吃 kosher 的朋友都有找过我去吃，但是一直没什么好机会。那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就暂时停业。直到最近才又重新开始。对，9月的时候才开幕的。昨天去的时候，我们是搭轻轨到旧城。人超级多，经过那个马哈尼亚胡达的时候就已经满满的。我们在轻轨上以为人已经很多了，结果经过那边往窗外看，哇，外面人更多，真的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他们完全也进不来，里面的人要出去也出不开去。对啊，而且他们现在是住棚节嘛，住棚节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外面搭棚子。所以他们很多空间还被棚子占走了，所以显得更是拥挤啊，很挤，那个很像那种大球赛散场。我们到目的地下车的时候，真的也是差点下不了车。超级难。然后下完车之后，就跟大家一起人流这样子，对，往旧城移动。这我的脸好大。绿灯。哇！轻轨确实这一站下很多人。我卖爆米花哎！小朋友，כל הכבוד。你刚刚说做得好。חג שמח. בואו להשתתף ביישוב
棉花糖哎。有自己的赚钱。对啊，还有棒棒、面包。我们就先去旁边的 shopping mall， 去找厕所。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就 shopping mall 的厕所，人很多嘛，但是还是值得，因为旧城里人更多。对，旧城里不用想了。对啊，可能就你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装置艺术。那个我记得在那边很久了，不过昨天看到的是特别有感觉。你从一个角度看过去是美国国旗，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就是以色列国旗。所以昨天也特别多人围在那边看。后来我们就进到旧城嘛，就是跟朋友一起进去。还好有他们带我们。对啊，以前我们进旧城就是固定去那几个地方嘛。但那种小巷子我们应该是不敢去的，就很怕迷路啊。因为里面错综复杂，高高低低，然后呢，路都很小条。就如果走错路，那可能就是要爬坡回来，感觉很累。那昨天呢是跟着他们走，不知怎么样穿来穿去，突然就到了那间韩式料理店。到的时候看起来就不是很像餐厅嘛。而且我们刚到的时候，它的门是关着的。不过我们就鼓起勇气去敲它，打开之后呢，里面哇满满的人。老板就跟我们说，稍等一下。所以要再等个1个小时。我们就突然有了1个小时的旧城自由活动时间。如果是平常的话，那个时间点我们是吃晚餐，所以已经是7点了嘛。7点。平常这个时候旧城应该已经没什么人了，店家也都要关了。但是因为昨天是住棚节，所以里面非常热闹。对。之后呢，就继续在旧城里面走跳。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还要走到屋顶上。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对啊，因为就一个楼梯，然后他们就说走，可以上去哦。吓一跳。进去他们就一直问我，这个你们有没有走过？那个你们有没有走过？没有。后面就索性不问了，就是他们走，我们跟着。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有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我们上到的那个屋顶啊，它下面是市场。那个很特别，因为它可以看得到金顶吗？金顶清真寺。而且那个位置还可以看夕阳。对啊，就整个 view 很好。之后呢，我们就在旧城里面的犹太区啊串来串去的。看了一大堆他们的苏卡。住棚节的棚子，还有去到那个最大的苏卡。那个看起来就金碧辉煌，然后里面很亮很亮。音乐很大声。对。就是很有开 party 的感觉。很有宗教氛围的开 party 的感觉，真是很难形容，就是因为里面。另外也有看到有人要在里面求婚，希望他们有成功。之后就转回去那间韩国料理店。进去之后，它空间其实不是太大。虽然它空间不是太大，但是又听老板说，那以前是他们的会堂，那么小，而且还是那个老板自己的会堂，说是他娶了韩国的老婆。后来呢，就决定把他的会堂改装成这个餐厅。他自己的会堂则是搬到2个街角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是 Rabbi。对啊，边吃饭的时候就边听 Rabbi 讲故事，还跟我们解释他住棚节的一些典故啊，还有重要的习俗。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解释祝棚节4宝的时候，祝棚节他们每天呢都会需要拿4样东西，很特定的4种植物吧。在那边拜，每天都要拜一次。那个老板兼老板他就有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是这4个东西，它代表什么意义。他讲他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香凝。香橼呢，他就说又有闻起来有味道，吃起来也有味道，那就是说 good and good， 好加上好，就是 very good， good。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它会产出椰枣，对，那棕榈它虽然闻起来没有味道，可是吃起来很有内涵，所以也是 good。可是呢，另外一个它是闻起来有味道，吃起来没有味道，那又是另一种 good。香桃木枝就是有不同种的 good。最后呢，就是有那种既没味道，闻起来没味道，吃起来也没味道的柳树枝。是柳树枝哦。对，这个的话呢，希望他们至少不要做坏事。我们就包含了所有的人。那在祝棚节呢，我们就是这4种东西，就是代表所有的人。好像也是因为这样，祝棚节算是犹太节日里面比较欢迎异邦人的一个节日。就是他们的苏卡是会欢迎非犹太人也进去，蛮特别的。所以我们昨天就是4根树枝在那边走来走去，但是应该不至于是柳树枝吧？不虔诚又没有德性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没有。他这个你可以有各种解释的方式啊，因为他只是有味道嘛。那这个老板他讲的就是说一种 good 跟另一种 good， 那这些 good 到底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是你的德性好不好，就品德的部分了。就是其中一种好是代表品德，另外一种呢，有人说是信仰，也有人说是你的就是能力了。所以就是德育是特别重要，它自己是有一个单独的指标。还有其他方面你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也是。那如果你又有其他的优点，品德又好，那你就是那个香凝，大概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品德又差，也没什么其他能力，你就是柳树枝。对，所以呢，昨天是第一次听 Rabbi 跟我们讲解，结果他意外讲解的是蛮好笑的。那我们都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吃，对吧？因为要一直看着他。不过好像还好，他也就讲他的。他很喜欢讲话，他每一桌的人他都可以讲话。后来离开要回家，我们有2个选项，一个是跟原本来一样搭轻轨，另外一个是去搭公车。我们看轻轨来的时候人那么多，有时候回去应该人也很多。对啊，所以就想说换搭公车试看看，自作聪明。看看手机的 APP 上面显示是有车的，而且车子有在移动。结果呢突然就不动了，之后我们再看的时候不见了， APP 上也显示此站被取消，还不是那一班哦，你往下滑，其他的公车也都被取消了。对，就很奇怪。后来我们就只好再走回轻轨站。可是因为我们原本是在公车的路线上往下走，那它跟轻轨的路线其实是有一个夹角，就变成说我们一样是搭轻轨，但是多走了一个很大的 L 型。我们就绕了一圈了。然后呢，到轻轨站，那个人真的就是很多，跟我们预料的一模一样。在他还没开门前，你就看里面已经塞不下人。对。但是门一打开以后呢，你后面的人就把你往前推，然后他们就还是可以塞进去耶。很厉害。但后来我们2个就退出来，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你感觉快进去了。可是我觉得我挤不进去。所以呢，我们就退出来等下一班车。下一班车一下就来咯。就是前一班走，后面就直接跟上，对，不用等的那种。一来是几乎是个空车。对啊，因为前一班车实在是塞太满。所以但是每一站都有人要上下车。所以他那个都花特别长的时间。对，只能在后面等，就是那个轻轨异常的一直停红灯的感觉。最后我们花了2个小时才到家嘛。2个多小时。平常应该30-40分钟。那个如果是开车的话，车程是20分钟就到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那么多公车都被取消了？
我们后来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啊，他们是往另一个方向回家，然后他们就传照片给我们说，他们刚刚回家的路上停下来了，因为有一站人超多，所以他们也就跟着下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原来在那一站呢，有很多极端正统犹太人，他们在马路上开 party。party 的地方就是我们公车消失的地方，就也不止我们被影响嘛，因为我们在沿着公车路线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大堆人也跟着我们一起走，而且里面很多也都是极端正统犹太人。这就是以色列的日常，不对，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日常。以前也偶尔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轻轨突然就不来了，那就是呢，极端正统犹太人也在抗议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去挡住轻轨，以漏挡车这样吗？对对对，就是中央车站那边的公车啊或轻轨，有的时候就会突然不见。几乎都是被极端正统犹太人挡住。因为很多公车会需要经过他们社区，那他们社区呢也离轻轨的路线很近。这是礼拜四嘛，礼拜四也就是达成停火协议的那一天。礼拜五是停火协议生效。那再往前是礼拜三嘛。礼拜三一样是住棚节。对，你去上班，我出去玩。那天去了一趟海法，很久没有自己出去。通常自己出去，也就是去非常非常熟悉的地方。给那一天你比我还早出门吗？对，很早出门。对啊。但是呢，我很晚才搭上车，因为它显示有车祸。但是还是很多人在月台等。我从8点半开始等，我9点25分问隔壁的人，广播说了什么？他跟我说。广播说9点半之后车就正常了。好像没问也没差。后来车子来了以后，确实就2个半小时，可以到海法。就我跟朋友约去吃泰国料理。本来其实也是要吃韩国料理。对。你就韩国料理那一天，因为住棚节的关系没开。原本都准备好这礼拜要狂吃韩国料理。还可以比较韩国那个海法的韩国料理跟耶路撒冷韩国料理哪一家比较好吃？kosher 跟不 kosher 的那一家比较好吃。海法那家应该是不 kosher。我们吃了打抛猪，不，打抛牛，打抛鸡。它生意超好的，不太意外啊，毕竟这间是少数我们在耶路撒冷也有听过的海法餐厅。吃完饭以后啊，我们就一起去了旁边新开的亚洲超市。那个亚超开箱的影片要放在这支吗？还是我们放在别支影片？放别支影片好了。好，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点选别支影片。之后你回来耶路撒冷也是搭公车嘛？然后我就先去中央车站等你。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状态看起来确实是不太好。吃完了。那这些都是我的。对啊。那什么？那什么？走吧，回家。你这么累，来，赶快给我。我快吐了，超臭的。超臭的。前面大的先炒，然后后面小的又给我扁扁。好吃尤其是你竟然还在中央车站里面，就会要买热汤来喝，这是让我蛮想不到的。就是既然看到那个汤会想要买，那个汤已经看了很多次，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它。也不是说它那个看起来很糟啦，而且闻起来味道是不错，可是就它那个价钱嘛，会让人失去任何购买的欲望。一小杯就要15谢克，超过100块台币。味道好浓哦。对啊，好浓，好香哦。多少钱？15块，小的15。写在上面的那个。
对，还有 mushroom， 还有英文呢，豆子汤。mushroom 是 mushroom 蘑菇浓汤 ，lentis， French onion， 还有洋葱汤耶。我要买那个。好啊。Patriot， 我们是买了蘑菇汤嘛，你选的。果不其然，我们一喝就知道那个是粉泡的。对啊。怎么样？好喝吗？跟用粉泡的一样。对。你怎么知道？可以想象，毕竟这个价钱嘛，它还能怎样？而且那个粉一大盒，在超市也卖没多少钱。一盒一定可以够他做一桶。他就卖2碗，然后赚一桶，做一桶。他两碗的钱就已经补回他那一盒的钱，剩下全部都多赚。就是平常不是说餐饮业你的食材成本只能30%、20%，但那食材成本一定是2%。哎呦，难得喝一下嘛。哦，对了，就是至少在外面有热的咸汤可以喝。对啊，让你状态比较好一点。我们在那边有看到，因为外面到处都是棚子嘛，每间餐厅基本上都要搭自己的棚子，不然他们会没有客人去，他没办法内用。在这个节日的话，他们吃东西都尽量想要在棚子底下吃。对啊，所以住棚节真的棚子算是个必需品。我们买的汉堡店外面也有棚子嘛。原本也想要去棚子底下吃，就是赶个流行，跟个时尚。结果发现犹太人他们很多人都在等着进去。对啊。我们就想想，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在旁边吃就好。对啊，那个棚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对。我们坐旁边的板凳，无所谓的。吃完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对，我们都已经到中央车站了。那何不再往市区一点去买个猪肉呢？去市区的俄罗斯超市，耶路撒冷唯二我们知道有卖猪肉的地方，就是在市中心的2间俄罗斯超市。结果我们去了第一家。好。要关门了吗？怎么样？都收起来，猪肉都收起来。我是不是要去另外一家了？还有另外一家应该也收起来了。是吗？哦，有可能。好吧。对了，店虽然还开着，可是肉铺收摊了。对，他的那位小哥已经下班，刚好跟我们发生了过。对，我们就锲而不舍的去了第2家手扶梯。没有侧边这个楼梯。感觉也关门了。关门了。到了。囧。走吧。结果到了第2家，他连门都关了。对，那个俄罗斯大叔已经在里面聊天了。对。我们就多走了好一大段路。晚上还是很有收获，就是有看到那些薯卡。对，那还是蛮有意思的。到隔天又看到一模一样的薯卡。到这边都还没有跟大家讲，这个住棚节的棚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过这个住棚节？怀念先人嘛，就是跟他们当年出埃及有关系。就是摩西在他们从埃及离开之后，在西奈半岛上晃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哦，都住在这种棚子里面，所以他们就是在纪念的那段时光嘛，是很重要的时候。那这个棚子呢，它其实是有严格定义的，就是你不是搭个帐篷就可以叫它苏卡，至少它要有3个面，然后呢，
它的上面是要直接对到天空的，就它的屋顶要必须直接对到天空。什么叫屋顶要直接对到天空？就是它的棚子不是有个棚顶吗？棚顶之上不可以有任何遮蔽。你说棚顶的上面不可以再有东西，你不可以在家里面搭一个苏卡，然后叫它苏卡。就是在屋子里面搭的，那个就不算数，必须要在阳台啊，或者是外面，公园、大马路。你的棚顶要对天，这样。对。所以在以色列，他们这个屋子带阳台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一般要带大阳台的。那如果家里没有阳台怎么办？马路。一般的大人行道了。不会搭到马路上。那他们会在苏卡里面做什么呢？就之前有提到吃饭。另外呢，也有很多家庭是晚上会睡在里面，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那就接近露营的感觉。所以就会带着小孩一起睡。是蛮有意思的。再少一个面呢，会冷吧？它可以封起来的。他是说至少3个面，没有说只能有3个面。这就让我想到那公车亭是不是也传？有点像对，而且苏卡还有一个就是它不能全部封死。对，是要有一点空气流通。对，所以确实应该还是有点冷。那是礼拜3嘛。礼拜3是苏卡中间。苏卡的第一天是什么时候呢？第一天是礼拜1的晚上，日落以后。那一天呢，很巧，也是我们的中秋节。对，就我们有走到隔壁社区的朋友家，一起过中秋。一路上呢，就是看遍我们这2个社区的苏卡。看看邻居们都在做什么。对啊，那一天晚上好热闹。因为等于是大家都在苏卡里面嘛，很有中秋节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在苏卡里面，所以声音没什么遮蔽。不像平常在家里吃饭，可能他们也都很热闹，可是你就听不到嘛。但那一天我们走在路上，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没公车。As always，就特别的，就很热闹啊。对。所以就真的很像中秋节那个氛围。对啊，而且我们今年中秋节收到好多月饼。对。是我来这边看到最多月饼的一次。有朋友做的，有网友做的。还有朋友带给我们的凤梨酥，还有你们家学弟特地带回来的广式月饼。还有你做的月饼啊，黄豆酥。对。今年偷懒没有做咸蛋黄，所以就没有做蛋黄酥的。也是很不错。不过去年吃到蛋黄酥的朋友啊，他们有记得哦，我们那个美国犹太人朋友，他们就这次啊，他们在回美国以后看到月饼。就有特别传讯息给我说，你看我们看到月饼，是不是中秋节到了？就是他们就知道说中秋节跟祝棚节那个时间是差不多的。去年也是。这就像很多西方人，他们也知道哈努卡跟圣诞节差不多。好，那这礼拜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礼拜还是祝棚节哦。而且祝棚节最后一天就跟第一天一样，一样是个安息日的概念。另外就是礼拜1、礼拜2，所有以色列在加萨的人质都要回到以色列。希望一切顺利，然后他们签的和平协议也可以维持下去。这支影片希望你们喜欢，也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拜拜。